天和罗六姑闻风丧胆，不打自愧，狼狈逃跑。令楚玉和更加相信自己是天庭下凡造福人间的什么星宿，因此他决定离开倚天镇，搬进城里。大嫂，您又在想什么？我在想我娘。您是指夏娘？老人家无缘无故的失踪，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。是啊，这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 一点消息也没有，我担心他老人家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？我坚信我娘不会有事的。但愿如此吧。我娘如果现在还在我身边，跟我一起来这里享享清福，那该多好啊！司令，您真的认为楚玉和是什么星宿下凡吗？ 我不信神，但可以造神。时机对我们非常不利，解放军随时都会向我们发动猛攻。我这么做，就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啊！那里就是飞云阁。飞云阁？我几年前来过这儿，所以对这儿还比较了解。这里的大殿建在山洞里，而且洞洞相连，要住个180人，肯定没有问题。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，除了这条河是天然屏障之外，咱们可以在上、中、下建立3个火力点。谁要是想拿下这儿，那真是痴人说梦了。那咱们就在飞云阁安营扎寨。我听说，咱们马上要向大西南挺进了，那可是我的家乡。回去准备吧，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，我几10万大军就会向大西南挺进了。是。1949年11月初，我2野武兵团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，在杨勇司令员的指挥下，拉开了解放祖国大西南的大进乱了，全都乱了！副官在，立即通知团以上军官到我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。是。大嫂，共产党解放军来势凶猛，我看您还是躲一躲为好。我跟共产党解放军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躲？
您是首屈一指的首富，这就注定您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死敌。喂，我是楚府。啊，是曹司令啊，您有事吗？在。我这就把电话给他。大嫂，曹司令要跟你通话。喂，尊敬的楚玉和楚大嫂，我现在郑重地通知您，我马上要召开团以上军官的紧急军事会议，我请您务必出席。我又不是你的什么团以上的军官，我为什么要出席你的紧急军事会议？我不去。请大嫂千万不要推辞，我召开的这个紧急军事会议非常重要，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呐。欢迎楚大嫂！欢迎楚大嫂！请坐。坐下。众所周知，楚玉和楚大嫂不是普通凡人，我决定请楚大嫂为我曹少华的首席高参。经老头子首肯，国防部批准，破例授予楚大嫂为国军少将军衔。我相信，这也是你们大家众望所归的。我请楚大嫂出山，就是为了指导我如何率领你们抵御共军来犯。现在我们的一营在这儿，二营在这儿，三营在这里，已经把敌人团团围住了。我交给你们俩的任务是，化妆潜入城里，进行实地侦查，把敌人的阵地和兵力部署情况摸个一清二楚，为我们解放这座城市扫清道路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喂，是，我马上向大嫂报告。谁来的电话呀？是曹司令。他有什么事？曹司令说，为了庆祝您和曹司令今后紧密合作的开始，他于今晚8时特地在司令部召开盛大酒会。届时，请您务必出席。好，我去。我就穿着这身军装去。他会派轿车来接您。我不坐轿车，我要他派摩托车来接我。轿车舒服。不，我坐摩托车痛快。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怎么？国民党的军队散布的点多面广，如果我们逐一排查，摸清状况的话，很难能够保证完成任务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曹少华的办公室里肯定有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图。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兵力部署图搞到手的话，好主意。好，一会儿咱们去敌人司令部的周围转一转，先熟悉熟悉那里的地形。好。敌人把守得很严的，再严也拦不住咱们。走。
是我的大嫂吗？不应该呀，真的不应该呀。什么应该不应该的？啊，没什么。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换衣服？出发的时间就快到了。好，马上就换。不用你扶。你走。我给您沏壶盐茶吧，您喝多了，喝点茶醒醒酒。不用，我叫你走。那好，我走，你也早点休息。你不高兴？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？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，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。单凭这一点，我就得感他的恩，戴他的德，给他下跪磕头，对不对？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，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。要我摆子给他张笑脸，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。摆子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寨送回来，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，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摆子的清白。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？国民党不就是瓜民党吗？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？大嫂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，迟早会上当受骗，吃大亏的。
前面就是我们要去的曹少华办公室。嘘，不要说话。走。雨林，能打开它吗？没有问题，我曾经开过这种锁，交给我吧。抓紧时间。慢点！你怎么这么粗心啊？当心有暗器。过来。真悬呐！司令，接您的车来了。好，咱们马上走。司令，您这一大早去探望楚玉和，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了？昨晚他不是喝醉了吗？应该去看看他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授予少将的军衔，又被您聘请为高参，您这不是把他捧上天了？这话没错，我就是要把他捧上天。您就不担心下面的人，特别是跟了您10多年的嫡系部下不服气吗？这个我早就料到了，不服气也是正常的。您知道他们在私下里怎么议论您吗？怎么议论？他们说您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聘请高参不过是个幌子，贪恋楚玉和的美色才是您真实的想法。国色天香的女人，是男人都会喜欢的，我自然也不会例外。
但是，我还没有遇到爱美人而不爱江山的地步。不信，我们可以把丑话说在前面。我们中的任何人，都会被共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而真正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的，恐怕也只有他楚玉和了。我是何副官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是魏队长打来的。魏队长，他请您赶快回司令部，家里出事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快说！报告司令，今天早上我们卫队点兵，我发现少了2名士兵。经过仔细追问，知道是他俩在昨晚午夜站岗时失踪的。我立刻派兵展开调查，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他俩的尸体，他俩分别是被别人扭断脖子和用绳子勒死的。你和雨梨搞回来的国民党防务和兵力部署图非常的重要。杨司令员正在召开军事首长会议，我估计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真的？啊，团长，那这一次我们牌还是尖刀上的尖刀吧？你想的又来劲是吗？雨梨啊，今天你们团长特意交代，一定要给你和摆子做顿好吃的，以此来犒劳你俩有功之臣。一会儿啊，跟我买肉去。好，谢谢嫂子了。司令，那就赶快抓紧时间修改防务及兵力部署吧。完了，都完了，一切全都完了。我人民解放军将士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，以摧枯拉朽的雷霆万钧之力，仅用36小时，便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大西南重镇，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城头上。摆子，报告团长，战扎牌
俘虏敌军官12名。哦，有那个警备司令曹少华吗？没有发现。没有。在查。是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解放军打下了省城？解放军厉害呀！我现在想起来，头皮还直发麻呢。要不是你神机妙算，当机立断离开了那里，否则咱们肯定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。那曹少华呢？走这么半天了，大家都魂蛇绕的，是不是休息休息，歇歇脚？这离黑风寨还有多远？大概还有30-40里路程。不用歇脚，到黑风寨再说吧。行，走。快点滑！你说什么？解放军攻下了省城？这国军兵败如山倒啊！被俘的被俘，投降的投降，这真是树倒猢狲散啊！那楚玉和呢？他不是做了曹少华的少将高参了吗？是不是也做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了？哎呀，这事说起来，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，难以置信呐！怎么？就在解放军攻城的前2天，这楚玉和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官卸甲归田，并且毫发无损地躲过了这一劫。卸甲归田？大哥，姑奶奶，你说这事儿，他怎么就这么巧？他怎么就这么寸？这楚玉和不是神，他还是什么呀？啊！司令，您笑什么？我在笑，老天爷跟我曹少华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天大的玩笑？这是我2上黑风寨第一次，是我为了帮助楚玉和来消灭熊啸天这个顽匪。现如今，没想到我曹少华像熊啸天一样占山为王，当上了土匪。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呀。何宇，
在，你马上去倚天镇找李唯孔。找李唯孔干什么？唯孔，陆副官，曹司令让我告诉你。 大嫂，我有件事儿，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现在解放军来势凶猛，您是不是也出去避避风头？我又没做什么坏事，我为什么要出去避风头？您说您没做什么坏事，可他们却不这么认为。他们说您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3座大山之一，我担心解放军说话就到。我看您还是早下决心为上策。可我去哪儿呢？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，只怕您不愿意。哪儿？黑风寨。黑风寨？你是想让我去做熊啸天、罗六姑那样的土匪？实不相瞒，曹司令现在就在黑风寨。他在那里？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。我去他那里，恐怕不方便吧？这有什么不方便？现在可是保命要紧。大嫂，现在可是命悬一线，您必须得当机立断。楚大嫂，欢迎欢迎欢迎楚大嫂上山，请坐。我只不过是过来暂避一时，等风头一过，我还是要回去的。回去？恐怕没那么容易了。怎么？共产党、解放军打下的江山，岂能拱手奉还？要回去，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上再夺回来。夺回来，谈何容易？你几十万国军，不也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、灰飞烟灭吗？别痴人说梦，自己骗自己了。大嫂，曹司令都跟您谈了些什么？他跟我说什么，我一句也没听进去。但是我有一种感觉，咱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。我人民解放军在打垮以曹少华为首的国民党主力之后，大部队迅速进入川东战役。这里只留下少数部队领导翻身做主的贫苦百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。什么？他们分了我家的房，还分了我家的林，还有田、粮食、金钱，能分的全都被他们分光了。那我们罗家不是一无所有了？可不是吗？大嫂，您知道带头干的是谁吗？谁？就是当年您给大家送去救命粮的黄老四，还有您的贴身丫鬟小红。是他俩？对。黄老四现在是什么农会会长，小红是农会的妇女委员。我是菩萨心肠，好心好意的养活他们，他们不知感恩，反而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。过去我也认为是罗家养着我们，经过汪大姐的教育，才使我认识到，那些都是万恶的地主阶级欺骗劳苦农民的鬼话。就拿我来说，我家过去有2亩地，罗家为了把我家的地弄到手，买通土匪，把我爹爹打伤，然后放高利贷给我家，
到期了，我家还不上钱，地就是罗家的。罗家又把这2亩地租给我家，租子高的根本养不活全家人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到罗府当丫鬟顶债。你们说说，咱们镇上谁家的田不是这么被罗家弄走的？小红这个现身说法非常好。到底是谁养谁，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。耕者有其田，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3座大山，建立一个没有压迫、没有剥削、人人平等的新社会，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。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农民的，我们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，这是天经地义、名正言顺的事儿。大嫂，您的家业可是大少爷和祖上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，可不能在您的手上就这么败了呀！真是太好了，我期待的正是这一天。罗副官在，有领系还有多少？轻重机枪12挺，迫击炮4门。除了留下守寨用的，其余的全部配属给楚玉和。配属给他？这是楚玉和向共产党开的第1枪，我一定要让他打得漂漂亮亮的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把楚玉和拉到我们的阵营当中。罗副官，这一次你跟着去。我去。对，你去，把带去的炮弹统统给我打出去。小强，是。曹某预祝大嫂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一定要及时返回。王队长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一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队伍，已经把咱们农会给团团包围了。只有20多个人，咱们给他一顿炮轰，然后再来个冲锋。依我看，用不了1个小时，咱们拿下破庙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大嫂，你快下命令吧！闭嘴！你让我再想一想。
了。